当我穿着洁白婚纱，满心憧憬地等待着嫁给心爱男人的时候，一通电话让他直接扔下我，扔下满场宾客和这场期待已久的婚礼。后来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，并承诺要补给我一个盛大婚礼的时候，孟耀阳搂着我的肩膀走上前：“薛先生，婚礼大概是不能了，但如果你想参加我们孩子的满月酒，我会邀请你的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凯哥，曹梦琪回国了，我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满心雀跃地等待着嫁给最爱的男人，却在手指刚碰到门把手的时候，听见了休息室内传来了这样的一番话。那一瞬间，我连呼吸都不敢太重，房间内沉默了一瞬，随后这才听见薛凯漫不经心道：“是吗？你没邀请他来参加我的婚礼？”这一番话让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他还是清醒的，可这口气还不曾喘匀，就听见薛凯的兄弟赵正阳隐忍着心酸对他说的话：“凯哥，你当年真的误会了曹梦琪，他出国其实是为了治病，他有家族遗传病，到国外那边也只能持有绿卡才可以治疗。现在他病情痊愈了，也离婚了，他一直不让我们告诉你，是怕他真有了什么万一的话，你会伤心。可凯哥，我不想让你遗憾呐。”我浑身僵硬地站在房门口，听着里面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咆哮。下一刻，休息室的门被打开，薛凯已经脱掉了礼服，准备离开。当看到我站在门口的时候，他拧眉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厌恶。我声音有些颤抖：“薛凯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亲友们已经到了，婚礼马上就要……”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他不耐烦地打断了。“苏念，算我对不起你，但梦琪回国了，你身边那么多人也不缺我一个，但梦琪却只有我了。可我的身边又有谁？”看他要走，我急忙抓住他的手臂，低声下气地求他：“薛凯，你别这样，哪怕我们先把婚礼给办完好不好？”却不成想我的这一番话竟然让他更是厌恶。他伸出手一把把我推开，我穿着高跟鞋被崴了脚，摔倒在地上。“苏念，婚礼什么时候不能办？你无理取闹也要有个度。”说完后，再也不管我惨白的脸色，直接大步离开。我呆呆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最终把自己埋在洁白的婚纱中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“你还好吗？”就在这时，自头顶上方有一道温润清冷的男声响起。我不想让人瞧见我的丑态，急忙擦干眼泪，抬头发现来人竟然是孟耀阳。我与他并不熟悉，他似乎是薛凯的同事，但薛凯为人高傲自负，并不喜欢各方面都比较出色的孟耀阳。若不是因为伴郎需要成双成对，他也不会舍了一顿饭把人请来帮忙。他眉眼温润，即便是看到我已经哭化了的妆容，也并未露出半点鄙夷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后站起身：“多谢，我没事。”他点头，温润如玉中有着一股成熟稳重。司仪刚刚过来说，客人们都到了，你们该出去迎宾了。薛凯呢？闻言，我心中又是一疼，但却竭力压着，摇了摇头。他逃婚了。虽然尽可能让自己的语气平静，但压抑的颤抖却仍旧能证明我此时的情绪不平静。可事已至此，我必须要想办法全力补救。今天这场婚礼场面极大，父母的亲戚好友也均是前来参加。亲朋好友还好说，可父母我要怎么交代？父母年纪大了，心脏也不好。如果我直接告诉他们我的未婚夫逃婚了，我怕父母遭受不住，所以今天这一场婚礼也必须要进行下去。
孟耀阳却似乎对薛凯逃婚一事不意外，但却还是出于礼貌地询问我接下来要如何。我也不知道，今日的婚礼是必须要进行下去的，哪怕是假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当下目光便灼灼地看向了孟耀阳。他见我这般，倒是不由得呵的一声笑了。苏小姐，你别是想要让我帮你吧？我听了这话，脸色一红，随即便是羞愧。帮我什么？当然是帮我结婚啊！我摊开始终攥紧的双手，一对钻戒赫然展现在他的面前。我鼓足勇气看向孟耀阳。孟先生，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为了我的婚礼，家中亲属均是长途跋涉而来，他们不顾自己孱弱的身体，只想要见证我的幸福。我不想要让他们失望，虽然自己的幸福已经被敲碎了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不想让父母失望。你放心，不过是走一个流程而已，以后我也绝对不会因此而打扰你。另外，我也会给你一笔费用，感谢你的帮忙。话说到了这里，我眼泪又是忍不住地落了下来。孟耀阳神色始终淡淡，他就这么看着我，让我无地自容。对不起，我再想想其他。在这样的眼神压迫下，我再也没办法坚持，刚要收起戒指离开，可下一刻，手中的钻戒却被拿走。迪奥的唯一。他笑了笑，随后看向我，眼神中有着深意。苏小姐不要后悔的好。我一时间没明白他的这一番话是什么意思，但时间紧迫，司仪也都过来催了。我跟他各自换装化妆，然后携手接受众人的祝福。薛凯的父母自然是知道他们宝贝儿子做的糊涂事，这本就是薛凯有错在先，所以对于换了新郎之事也没有敢多说一个字。现场多数是家中的亲戚，还有父母交好的一些至交好友。父母为了能够美美帅气地参加我的婚礼，也没有戴老花镜，加上孟耀阳身姿挺拔，从背后看也让人察觉不出来什么，所以正常婚礼下来，他们并不知道已经换了新郎。婚礼顺利进行，73岁的13姨跟85岁的太伯更是拉着孟耀阳的手，叮嘱他日后好好照顾我，甚至还大方地给孟耀阳送了奔驰车跟一个房产证。婚礼结束后，亲戚们意思地闹了一下洞房后，就都告辞离开。一时间，偌大的婚房内也就只剩下了我跟孟耀阳2个人。我穿着红艳艳的旗袍礼服，这会儿也尴尬的不敢去看坐在沙发另一侧的孟耀阳，他却好像是更自在一般，甚至在看到我一身旗袍时，还让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忙了一天也很累，你换一身衣服也能轻松一些。我闻言点头，洗了个澡后，本想要跟他聊一聊的，但因为时间实在太晚，我出来的时候，孟耀阳已经规矩地在客厅睡着了，我也没有再去打扰他。可等回到了铺满桂圆花生的新床时，却感觉一切都那么的可笑。坐在床上，我打开手机，微信上置顶的特殊关注就是薛凯，他没有给我一个消息，也没再给我任何解释，但他却更新了朋友圈，置顶上便是他与曹梦琪十指相扣的手，还配文道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而之前我央求他发的结婚喜帖早就已经被删了。那一刻虽然心痛，但更多的确是放下了什么沉重枷锁般的轻松。我把薛家的8万块彩礼还有3金也都折现了后，一同打到了他的银行卡里，并且在他朋友圈下留言祝福，这是我最后的体面。那边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做，又或者是恼羞成怒，当下再次更新了朋友圈，上面是他跟曹梦琪的亲吻照，
并且直接发文称跟我在一起不过是迫于父母给予的压力，也认为我还算懂事顾家，但一切却都阻挡不了爱情，也没有人能杀死真正的白月光。最后他发现还是深爱着曹梦琪，所以及时制止了这一场闹剧。我几乎被气笑了。虽然跟薛凯的确是通过相亲认识的，但我们却都是以结婚为前提谈了3年的恋爱。为了嫁给他，我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学会了下厨，哪怕是在做饭的时候被油给烫到，也咬牙忍着，为的不过就是能有一段幸福的婚姻吗？但最终却换来了一场闹剧。这一夜我失眠到天亮，因为只要一闭上眼就能想到这3年的点点滴滴。最后更是在天色微亮的时候起床去做早饭，毕竟我可没忘记家里还有一个被此事牵连的无辜人。如果没有孟耀阳的及时救场，那么昨天我就将成为全城的笑柄了。或许不仅仅是全城，现在网络社会这么发达，我怕是彻底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。孟耀阳起床后瞧见了桌上的早饭时还愣了一下，尤其是在见到我端着炸好的新鲜豆浆从厨房走出来时，更是脱口而出问道：“这都是你做的？”我点头，把豆浆放到他面前后，这才开口道：“他不喜欢吃外面的廉价早餐，所以你为此洗手做羹汤。”我没说话，抿了抿唇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却还是闭嘴了。沉默地吃完了早饭后，我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递给他，里面是3万块。替人结婚怎么说也是个晦气事儿，我该要补偿的。孟耀阳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，挑眉看了一眼我后眉接，我不缺，只3个字，让我一时间竟然不知再说什么。就在僵持间，房门响了，我转身去开门，门外站着的是父母，但他们的脸色都很是严肃。我知道他们这是发现了，但也总比昨日那样当众丢脸好很多。爸妈坐在沙发上，孟耀阳坐在另一侧，他此时倒是少了在我面前的一点点懒散，显得严谨很多。我不明所以地看了一眼他们3人，但却还是出口解释：“爸妈，你们别管孟先生，这件事情跟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”妈妈听了我的话，却是不由得拧眉。我以为雷厉风行的母亲会发脾气，但却不成想妈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这丫头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们说？如果没有小孟帮你，你看你咋办？”我愣了一下，但却也松了一口气。爸爸妈妈并没有因此而迁怒孟耀阳，我也把昨天的事情都跟他们说了，并没有半点隐瞒。妈妈气得差点爆炸，但爸爸却安抚住了脾气暴躁的妈妈。好了，这样也只能说是俩孩子没缘分，而且这不是幸好没结婚吗？要不然咱家丫头日后有苦受的。既然彩礼都退回去了，那也算断得干净，还是得好好感谢小孟。孟耀阳连忙说不客气，我却跟着点头，的确是需要好好谢谢人家，可惜了他不要我的酬劳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只得想办法。孟先生，你昨天帮了我那么大的忙，而且这也不多，只是我的心意而已。他却仍旧坚持不要。不过话锋一转，他反倒是说：“如果真想谢我，那就请我吃顿饭吧。”这个自然是可以的。约定好了晚上吃饭，也互加了微信后，我打算送他回去的。毕竟曾经薛凯也说孟耀阳出身不是很好。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倒没拒绝。但当他说出自己住在哪里的时候，我却愣住了。滨海3区。他嗯了一声，并没有任何局促，可我却知道那是贫民区，那里的房子甚至低到了300块一个月。他住在哪种地方？
开车送他回家的时候，也和他聊天的时候了解到了一些。他大学毕业后就一个人出来飘荡，至于家中也不曾多说一句。我想应该是不太好的，所以也没多问。想了想，我不由得开口道：“不然你住在我那里吧。”说完后，在他眉眼含笑的目光下，顿时脸颊发烫。这圣母心竟然不分场合的发作了。抱歉，我本想要道歉自己的唐突，但却不成想他竟然同意了。这反而是让我一时间愣住了，不知该说点什么才好。后悔了？他笑着问我，我急忙摇头，没。那你回去收拾一下，然后带回去。他点头。租住的房间本也没有什么东西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冰箱都没有。他不过是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带着笔记本就又跟我回了新房。他住在次卧，每个月给我300块房租。别想什么家务活他全包，因为他也不会。但孟耀阳唯一好的一点却是愿意去学，也愿意去融入，是薛凯永远都无法做到的。在薛凯的眼里，女人就该天生焊死在家务上，她只需要当个老太爷就好。想到了这些，我不由得苦笑，告诫自己别想那么多后，就准备开始工作。因为父母的支持，我开了一个小公司，是经济贸易上的，正好跟父母的公司接轨。当我打开工作群的时候，那闪亮的99加倒是让我不由得一愣。在大学毕业后，我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开了一家经济贸易公司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到了后期，也是因为市场打开了之后才不那么忙。之后就是跟薛凯相亲，然后相恋。当初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入到薛凯的圈子里，我把薛凯兄弟的女朋友还有薛凯的妹妹都弄来公司上班了。但显而易见的，他们平日只顾着讨论名牌包包跟大牌衣服，对工作半点不上心。靠着我的这层关系，反而是在公司里经常迟到早退，横行霸道。可现在我跟薛凯都没有半点关系了，自然也没有必要留下这2个人。给人事发了消息，让人事把人开除后，我这才去忙其他的事情。这一忙就到了中午，准备下楼做午饭的时候，就听见了楼下的笑语晏晏。我不明所以，下楼后这才看到孟耀阳跟妈妈在厨房里做饭。他笨手笨脚的，但却在努力的学习。妈妈看得出来很喜欢他，爸爸也坐在沙发上不住的点头。见我下来，爸爸招手让我坐下。他们打算回明市了，这一次也不过是为了参加我婚礼才大老远赶过来的。眼下婚事黄了，他们自然也要回去了。妈妈这会儿也出来，嗔怪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宁可自己累死累活的开公司，也不回来帮我们。我们当然只能人到中年，还得奋斗啊！我无辜地眨了眨双眼。孟耀阳也站在一旁温柔地笑着，正说着话，没想到门外的密码锁传来输入密码的声音。下一刻，薛凯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忘记去修改大门密码了。他压根儿就没管我父母在场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苏念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小心眼的人。就因为我不跟你结婚，所以你就把正阳女朋友跟我妹开除了。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是不是你说那就全当是他们的公司？而且我妹大学实习的证明，你为什么不给开？”哦吼，真是好大的脸啊！这男人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来的自信，上来就跟我激情开麦。爸妈拧眉看向薛凯，本就不喜欢他，现在更是感觉他有病。逃婚这事本就是他有错在先，现在又跑到前未婚妻家里吆五喝六的，谁给他的脸？孟耀阳拧眉，刚要出声，我却直接起身，
看向薛凯的眼神也没有了无私奉献的爱意。薛凯，你在结婚当天逃走，跟另一个女人双宿双飞，我大度的退了礼金，不追究你就应该知足了。至于赵正阳的女朋友，工作期间迟到早退，从来没有完成过一项交代下去的任务，我不开除，等着过年。至于你妹妹，她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给她开实习证明？说到这里，我又是眸色冰冷地看向薛凯，而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？私闯民宅，大吼大叫，你信不信我报警？薛凯大概是没想到，素来好脾气，在爱情里卑微至极的我，竟然如此翻脸无情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他还想要争辩什么，但却因为实在无理，面红耳赤的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。最后撂下一句等着瞧就离开了。薛凯离开后，父母担忧地问我没事吧？他们这是怕我伤心，怕我还在这段感情里走不出来。但事实上，我却在那个失眠的夜里就已经想明白了一切。那样薄凉自私的男人不值得我去伤心，那种大猪蹄子就该直接打包扔进垃圾桶，再不看一眼。跟父母吃了午饭，我与孟耀阳一同送了他们去机场。回来后，本打算两个人先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，但孟耀阳的电话却一直响个不停，他眉头也拧得死紧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把车停在路边，好奇地看向孟耀阳。他又一次挂断电话后，这才转头看向我，道：“麻烦送我去一下公司吧。”我虽然不明所以，但却还是点头。直到到了他们公司，这才明白缘由，竟然又是我牵连了他。薛凯找我质问失败后，就回了公司，疯狂败坏孟耀阳的名声。甚至还把孟耀阳说成了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甚至还破坏了他的婚礼。好一招贼喊捉贼呀！我真恨不得把他朋友圈的置顶甩在所有人脸上。而薛凯跟孟耀阳比，他工作年头长，想要借此让公司开除一个新人完全轻松，所以孟耀阳就成了这场闹剧的牺牲品。看着他搬着自己的东西出来后，我急忙下车，打开后备箱。抱歉，我又连累你了。如果知道当初的一时冲动会让这个无辜的人遭受到这么多的不公，我一定不会牵连他。不过孟耀阳神色却显得淡然很多，似乎根本就没把这一切给放在心上。听了我的话后，还嘴角勾起了一抹笑。完了，好像真的要当小白脸吃软饭了。没关系，我养得起。下意识的就回了这么一句。说完后，我自己脸色爆红，怎么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？孟耀阳挑眉，随后上了车后说：“那以后就靠我了。”我一时间被他的这些话给搞得有些晕晕乎乎，也不明白这人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回到家后，我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，更是下了全力做了一桌子的满汉全席。他似乎半点不受影响，一般吃得优雅又好看。我不由得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家庭能养出来这般优秀的男人？他似乎对任何事儿都处变不惊，即便是被公司开除，眼下又是寄人篱下，但却仍旧是丝毫不见半点的怯懦与自卑。这样的人真的是普通家庭出身吗？晚上他整理东西的时候，我在客厅办公，无意间却瞥见了他从公司带回来的东西里有一个小摆件，是一头棕色的栗子拼图小熊。我好奇之下拿过细细去看，怎么看都怎么感觉眼熟。正好他洗漱完出来，我急忙把东西放了回去，但却时不时地扫一眼，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动作。他把小熊拿出来摩擦了一下，饱含深意地对我说：“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。”很重要的人。我听了这一番话，
不由得一顿。我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小熊拼图，但后来没了。可是它到底是去了哪里？我竟然没有半点印象。又细细地看了一眼后，哦了一声。他见我这般，似乎是有些失望。在我还没想明白他为何会这个态度的时候，孟耀阳就带着东西回了次卧。隔日我去公司的时候，也想到了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昨天薛凯来家里发疯时，这才让我想起了一些被遗忘的事情。我跟他在一起3年，薛凯家那边不少的关系户可都在我公司吸血了。既然现在已经彻底掰了，那我自然不可能再留着那些蛀虫趴在我苦心经营的公司上吸血。以前我并不介意这些，毕竟2个人若是感情好的话，我是不介意花点小钱养着这群闲人，也省得他们到薛凯的面前各种烦人。那个时候是为了自己的老公开心，但现在他薛凯什么都不是了，我凭什么还要顾及？到了公司后，我让人事跟财务2大主管来见我，随后直接把那些关系户都罗列出来，全部开除。意料之中的，得知消息的薛凯再次闹了过来。他在前台大闹，自称是我的老公，甚至放话让前台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让前台放他进来。薛凯来到办公室时，仍旧是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。苏念，我们毕竟也好了3年，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至于为了逼我就做得这么绝吗？那群人都是我的亲戚，你闹得这么大了，日后他们如果不接纳你，你可别哭着求我。看到这样高高在上的薛凯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起身走到他跟前，狠狠甩了他一个巴掌。啪！声音清脆又解恨，你敢打我？薛凯一脸的不可置信，而我却甩了甩手，缓缓吐出了一口浊气。早就想这么干了，真爽！你这个贱人，我给你！啪！我又是反手一个巴掌扇过去，更舒服了。薛凯大抵是被我打懵了，毕竟我以前在薛凯的面前，那可都是如同舔狗一般的顺从。他让我往东，我从来都不会往西，而现在我却反手给了他2个大嘴巴，他怎么不震怒？一巴掌是了，你在婚礼当天差点让我成为笑柄，一巴掌是为了帮你甩甩脑子里的废水。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又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还以后，我现在看你都嫌恶心，现在立马滚！如果你还敢来我公司找事儿，我可不保证是2巴掌能解决的。薛凯，你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，别以为我苏念没了你就活不下去，男人多的是。薛凯被我接2连3的话终于砸得如梦初醒，再也不敢趾高气扬仓皇离开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更是感觉自己以前的眼光真差，再就选了这么一个人渣中的战斗机。幸好没结婚，感谢他的不娶之恩啊！晚上下班回到家的时候，开门闻到那焦糊味道的时候，我心咯噔一跳，急忙快步奔着厨房而去。当我在厨房瞧见了一脸漆黑又偏生跟厨房杠上了的孟耀阳时，哭笑不得。快点出来！他被我拉出来的时候还有些不情愿，我让他去洗漱一下后，把厨房收拾一下，打开窗户通风换气。但说实话，虽然他差点把家里搞炸了，我反而不生气，因为曾经我想要让薛凯帮我分担一些家务，他都不肯。我说请个保姆，他更是用不喜欢外人介入生活而拒绝。薛凯从来不知道，若是恋人之间连最基本的家务互动都没有，注定走不长远。孟耀阳洗漱干净出来后，略有些抱歉地看向我，我想着给你做顿饭，但我太高估自己了。孟耀阳一脸的失落，我闻言却笑着摇了摇头，没关系，你有这份心就好了。如果想学，我以后教你。好，似乎是怕我会反悔一般，
他答应得很快，心中升起了一股很怪异的感觉，却又说不上来。晚饭我做了简单的3菜1汤，全程他都在厨房帮我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吃过饭后，我礼貌询问了他是否想要出去工作。他闻言看了我一眼后，这才淡淡开口道：薛凯利用自己这些年的人脉，把我在这个行业封杀了。我拧眉，脸色并不是很好看，因为这的确是薛凯能干得出来的事儿。但我总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人被我牵连后，连个工作都没有吧？我礼貌询问了他是否愿意去我的公司上班，他似乎在等着一般，答应得很是迅速，总感觉被套路了，但却说不上来。隔日我带着他去公司上班，而孟耀阳本是研发人员，我公司没有这样的职位，他做财务倒也是得心应手。我们都开启了新的生活，但听说薛凯那边却闹出了大笑话。这个事情还是我们共同的好友说的，他本也瞧不上薛凯对我趾高气扬，但碍于面子却一直都没说过。现在有了这么个大八卦，自然要分享给我。他薛凯心心念念的白月光曹梦琪根本就没有离婚，而且在2个人甜蜜同居的某一日，薛梦琪的老公找上了门。不仅如此，那外国友人更猛的是，直接雇佣了人扯横幅，在薛凯家楼下，在他父母的单位，甚至薛凯的单位都拉起了横幅，循环喇叭更是日日喊着：感谢薛凯先生为我照顾老婆，咱们好兄弟一辈子。感谢薛凯先生的父母能够养育出这般善心大爱的儿子，丝毫不介意与旁人分享爱情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招是真的绝。一时间，薛凯成了男小三的事儿，顿时闹得人尽皆知。眨眼半年过去，我发现自己跟孟耀阳越来越合拍，他的厨艺也在不断的失败下变得越来越好，甚至已经隐隐超过了我。在一次公司聚餐后，我借着酒劲儿跟他告白：孟耀阳，我虽然有一段失败的感情，但我仍旧相信爱情。我洁身自好，也没有不良嗜好。我喜欢你，你要不要以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试试看呀？说完后，我直接眼睛一闭，装自己喝多晕死了过去。毕竟俩人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如果我醒着他拒绝我的话，我得多尴尬呀！现在这样正好，我告白完就晕了。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我，等明天我醒来再说那些话是酒后胡言乱语的不承认，也就避免了这些尴尬。可是我就这么装晕，却一直都等不到男人的回应。思及此，我的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。看样子他真的不喜欢我，心中略微有些酸涩。我心中更是疼得有些厉害。算了算了，不喜欢我就不喜欢，睡觉。正在我打算借着酒劲儿睡过去的时候，额头上却突然有温润的触感袭来。男人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：苏念，我愿意，但我希望你明天醒来能记得，你已经扔下我一次了，不可以再扔下我。我不明所以，但酒精的挥发下，最终还是没忍住沉沉睡去。隔日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快要中午了。我揉了揉因为宿醉有些疼的头，一转头就瞧见了桌子上的蜂蜜水，还有一张纸条：喝点蜂蜜水头就不会太疼。顿时感觉很是贴心。下楼到餐厅的时候，饭菜也扣上在餐桌旁，便利贴上更是告诉我一热就可以吃。我一边吃着爱心早饭，一边嘴角都咧到了耳根处。随后给他发了一个消息：晚上我们去吃烛光晚餐吧。这话属实大胆，若是以前的我是绝对不敢的。但孟耀阳给了我安全感，让我也成了一个小女孩。他应了。我订的是网红推荐的浪漫餐厅，原本打算想要给他挑选礼物的，
毕竟我跟薛凯的这3年恋爱，大多数都是我奉献的。但孟耀阳似乎是能察觉到一般，特意给我发了消息，告诉我只要人到就好。我心中甜蜜，也就同意了。下班的时候，我去接孟耀阳，他一身西装，早早等着我。当瞧见了他这一身行头的时候，我不由得愣了一下。私人定制基本上是没牌子的，但因为我的衣服大多数也是私人定制，所以我还是比较熟悉的。曾经薛凯还嘲笑我不穿高定，不穿品牌，说我是没见过面的乡巴佬。但是他永远不知道，其实私定更贵到离谱。可孟耀阳不等细想，他就上了车。到达了餐厅的时候，却意外遇见了薛凯等人，而他们也瞧见了我们2人。尤其是在看到我们2人互相挽着的手时，薛凯顿时大发雷霆，指着孟耀阳就一顿臭骂。哦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他妈就是个小三，在我的新房里住着了是吧？还睡老子的女人，给你脸了。平常装作是一副无辜的模样，现在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是不是？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说着，人就如同疯狗一般的冲了过来。我要上前，但却被孟耀阳拦住。他3两下制服了薛凯，甚至还通知保安把人赶走。在薛凯等人叫嚣着凭什么不让他们进去的时候，孟耀阳嘴角勾起了一抹笑。自然是因为这餐厅是我的，想不让你们进去就不让你们进去。所有人都懵了，包括我。等到了包厢后，我傻愣愣地看向孟耀阳，而他见我这般，当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小苏念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”我仍旧是一脸的懵逼。随后他便告诉我，年幼时我们曾是邻居，而他后来因为举家搬迁就离开。离开前，那个答应了以后要嫁给他当新娘的小姑娘，还把自己真爱的拼图熊送给了自己。多年后他再回来，结果幼时信誓旦旦说要嫁给自己的小姑娘，竟然已经有了男朋友。孟耀阳未曾去打扰，只默默守护着。若他真是个良人，我自然是会祝福你。但很可惜，他并不是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竟然爱了我那么多年。在我泪眼婆娑的时候，孟耀阳单膝跪地举起了钻戒。苏念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哭着点头。他把戒指套在了我的食指上。1个月后，我怀孕了。孟耀阳开心的差点跳起来，然后开始策划婚礼。他甚至要举办一场比之前更为盛大千百倍的婚礼，而且这人还见刺刺的把请柬发给了薛凯跟曹梦琪。我闻言也只是笑笑，他们可是咱们的红娘，那自然是要请的。这一次的婚礼不同于上次的死板格式，孟耀阳考虑到了我怀孕的关系，则是选择了更适合孕妇的草地婚礼。当我佩戴全套钻石收拾出场的时候，薛凯疯了，他发疯了似的冲上前要破坏这场婚礼，但却被保安压下。不可能，你怎么能带得起这一整套钻石？你们2个都不过是普通家庭，苏念，你竟然为了报复我下了这么大的血本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冒牌货。可没有人在意他的发疯，还是有人看不下去了，当下嘲笑他。我看你才是疯了。这2位，一位是苏氏千金，一位是孟氏太子爷，强强联手的婚姻不过是一套钻石首饰而已，他们还不至于多稀罕呢。就是真当谁都跟他一样穷酸。父母也看不下去了，父亲拧眉看向薛凯，念念第一次带你来家中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给你准备了见面礼，但你却根本瞧不上我们，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大能耐。哼，那个时候的父亲其实是想要扶持一下薛凯的。他得知了真相后，整个人都震惊了，一脸的惨白。他竟然为了白月挂甲海归，
抛弃了真千金。愤怒之下，他竟然冲过去跟曹梦琪厮打到了一起，最后双双被带去了警察局。没有人再管他们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了我与孟耀阳幸福的笑脸上。当他把钻戒郑重地戴在我的食指上后，亲吻了一下我的唇瓣，念念儿时的梦想，我走了20年，终于实现了。一句话让我眼泪霎时间掉了下来，他竟然爱我爱的那般深沉与久远。从今以后，我跟孟耀阳将会一直幸福地走下去。至于薛凯，他早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过去式了，但我仍旧感激他当日的逃婚，让我遇见了此生挚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